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今天又是我们的产业分析课程，那这为期1个月的那个课程，我们要讲什么产业呢？是讲电子业。那大家也知道啊，电子业相关的电子产品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不过电子业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第1集的部分，我们先缩小范围，然后来讲半导体产业的部分。好，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放一下图卡的部分哈。好，我们大家先看一下哈。今天我们要讲的产业介绍是半导体篇的部分。那我们首先呢，把电子产业这个概略图了解一下。比如说它的下游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品牌厂商。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我们手上拿的手机啦，或我们看的电视机啊，我们用的电冰箱啊，还有我们的电脑啊，这就是属于下游的部分。那中游的部分就是一些系统厂商，然后组装出货。那在上游这个部分呢，我们把它分作半导体跟零组件。但是由于这个产业是相对比较复杂，所以半导体本身又分了上中下游。那零组件厂商这边也分了上中下游。那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只集中在半导体这个部分跟大家做一个简略的介绍。然后到了后面呢，我会配上技术分析的部分，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在基本面跟技术面之下，怎么做一个完美的结合，方便大家做投资。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哈，何谓半导体呢？我想呢，大家时常听到半导体，何谓半导体？那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话，就是说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会遇到一些导电体，比如说像金属，那也会遇到一些绝缘体，比如说像玻璃啊。那所谓的半导体就是它介在导电体跟绝缘体之间，哈。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举一个例，比如说半导体常用的材料矽，它如果在常温之下的时候，它是不可以通电的。可是我们把它一加电的时候，它就可以导电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借着这样子的特性哦，在外部那个施以电压的时候，那是不是就可以使像矽这种材料，就是说有的时候可以通电，有在电压加压的时候就可以让它通电或不通电，那这就是所谓的半导体。好，那大家已经有一个约略的了解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半导体目前的概况大概是怎么样呢？目前我们看一下哈，全球半导体的产值整个来看的话，台湾哈它占世界的比重大概是19.83，就是占全球半导体的一个位置哦，是相对比较重要。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半导体产品的分类哈，我们常常听到 IC 就是所谓的基体电路，但是如果半导体按照产品分类的话，它有分作基体电路，还有分作分离式的半导体元件跟光电半导体。那一样就是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锁定在基体电路，也就是说这1个月的时间，我们都会锁在基体电路这个地方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那我们接下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基体电路呢？那大家知道，就像我们要盖一个房子之前，我们一定要请设计师或建筑师那个地方先画一个设计图，然后我们才能去盖房子嘛，对不对？那做基体电路也是一样哈。IC 的部分，我们首先要有一个电路图。那这个电路图呢，它有包括线路的电子元件，我们把它做在一个晶片上。那利用半导体的电导率的变化，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是以电压，然后有时候通电，有时候不通电这些特性，那使它具有处理资讯的功能啊。你说好像有听没有懂，没关系，我们慢慢介绍，您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在基体电路台湾市场的占有率，我们可以看到哈，在那个IC 设计的部分，我们刚市场占有率是22%，可是我们的主力在哪里？就是我们知道护国神山台积电这个地方。那晶圆代工的话，在整个那个世界占有率是超过了1半，那还有封测的部分也是超过了1半，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在世界上台湾这个地方人家会是非常重视，就是因为大部分的 IC 哈，尤其是代工跟封测这个地方呢，都是集中在台湾这个地方，市占超过1半。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那台湾目前半导体的现况是怎么样子呢？好，我们先做一个介绍。那首先要介绍半导体之前，我们先讲一下半导体的原料哈。那在那个所谓的基体电路，它的原料是用
硒晶圆片。但是硒晶圆片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其实是很简单，就是说从沙或石头之中要提炼出所谓的硒，但是这个地方的作为硒的晶圆材料的时候，它跟普通的硒不一样，它这边纯度要非常高，就是高达99.9%，才有办法去做半导体的那个原料。那我们再经过一些纯化、异化，然后的制成以后，然后透过拉筋就会形成一个圆柱形的那个柱棒，然后再透过钻石刀呢把它切成圆片，然后最后就会完成所谓的晶圆的基板。那它的直径呢越大，那尺寸就越大，所以我们时常听到的8寸晶圆啊、12寸晶圆，就是指的这个晶圆片的直径。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硒晶圆片，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基体电路呢？硒晶圆片我们刚刚讲的在这个地方，哈，它就是原料部分。在制造部分要导进去，不过在讲制造之前呢，我们要先讲，就是说我刚刚讲的，我们盖栋房子，建筑师要先设计一下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它上游是一个软体，就是 IC 设计，然后到了中游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晶圆制造，然后晶圆制造完要先测试这个晶圆有没有是 OK 的，然后我们才会拿去封装跟测试。所以这个地方以整个基体电路来讲 ，IC 设计这个地方属于上游。那晶圆制造或代工这个地方属于中游，那封装测试这个地方就是半导体的下游，也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在之前面介绍说，半导体因为它相对种类比较多、比较复杂，它本身就有所谓的上中下游那形成了所谓的基体电路。那在制造端的部分呢，我们虽然把那个原料硒晶圆以外，我们还需要光照还需要一些化学品，还有一些特殊的气体，然后在晶圆制造跟代工的时候要用，然后在封装测试的时候，它也需要加入了导线架跟凸块，这后面我们都会慢慢去做介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简略的 IC 的生产流程，让大家知道。好，那接下去的话，我们就讲到了技术面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已经大概对半导体的基本面有约略的了解。那在半导体这个产业的技术面是怎么样呢？那讲到技术面，我们一定就得先讲到，就是说领导那个全球半导体最主要就是在美国市场这个地方。那美国市场这个地方，它主控的整个上游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随着它这个指数是在1994年编制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那可以从我上面图形大家看到1高、2高、3高、4高所以它形态走完的时候，在今年的时候做一个回档整理的动作。那它所以产值会越来越市值会越来越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步，从刚开始的蓝光 DVD 的播放器，后来到了电脑、平板，还有手机。手机现在行动通讯已经到了5G， 还有智慧型家电、数位电视，到目前最夯的车用电子，就是说，随着不断的在创新之中，所以它的市值不断的在走高。这个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目前的状况。那你说，那台湾是怎么状况呢？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有关于台湾半导体指数的部分。那台湾半导体指数呢，它是从2000年这个地方开始做编制，那一样它也是1高、2高、3高、4高，那它就是追随美国的脚步，就是说随着美国那个地方在创新，那科技业不断的进步之下，那电子所需要的位元数就是提高。还记得吗？在我们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可能是8位元现在可能已经变成64位元，所以台湾提供大量的位元数，而且说量大，然后就把价格价格整个压低，所以台湾半导体来讲的话，在世界上是一个不可或缺。刚刚我们讲过，就是整体产值占到了全球的20%以上。那它跟费城半导体指数一样，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是 N 型扩大，那它这个地方呢只是一个 N 加 N， 接下来拉回整理。那我想这时候投资人就会问我说：“哎呀，这个过去的事情我都知道，我好想知道未来哦。”好，你想知道未来，我告诉你未来的话，我这边约略讲。如果我讲完你不懂的话，那麻烦你回去我们技术分析的第1集，那边有 N 型理论，会告诉你更清楚。有那个6集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下，4集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当一个不管是4高或是扩大的4高走完了以后，它就会有
下列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它回档好像是一撇，就像目前这个状况，回档守住了1/2，然后反弹迅速再过高，过高会怎么样？上涨 N 型再扩大嘛。那或者是一点，或者是说它不是回档一撇，它是回档一个 N 加 N。好，那你说什么样是一个回档 N 加 N 呢？像这样子回档是不是一个 N 加 N？ 那像这样子回档是不是一撇？那你说如果回档一撇以后，那到底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所谓的下跌一个 N 或 N 加 N 的话，那它的重点就在我们讲 N 型理论的时候，告诉大家回档的时候有没有守1/2？如果有守1/2的时候，攻击有没有过45度？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它不到1/2又下来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它可能不是一撇，而是下跌一个 N 加 N。那最害怕就是跌破1/2，因为跌破1/2以后，即使日后在上涨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那个什么再轻易。当然股本比较小的可能容易过45度，如果股本比较大的话，它或者说产业前景比较不明的时候，它可能再攻击的话也无力过高。那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就回档的时候跌破1/2，反弹又无力，也不到1/2，所以会形成所谓什么 N 加 N， 然后让整个 N 型变成所谓的 N 上 N 下，就是说这边是一个大 N， 接下来再下去。那以目前的基本面看起来应该不会，只是大家要考虑的就是说，它要再只是整理这个 N， 然后还是整理所谓的 N 加 N， 那这个地方就是反弹的力道。那反弹的力道要怎么看？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去看我们前面技术分析讲的力道 K 棒那个地方，有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解释。OK， 那我今天就是约略跟大家介绍了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那希望各位投资人听到今天的影片以后，能够对台湾半导体产业不论是基本面或技术面，会有个约略的了解。OK。今天的课程已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如果说您看了今天课程还意犹未尽的话，那欢迎你到我们的部落格那边有更详细的文章去介绍我今天所讲的部分。那到了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哦。OK， 那我们下星期再见哦，拜拜。